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今天的老范读评节目我们正常时间开始。我们还在的傻屌口号应该是效仿川普第一次当选后 LGBT 群体示威的口号。哎，当时有一个这样的口号吗？我还真没有去注意过。那么当时的口号是什么呢？可以跟我说一下吗？这个还是一个很有趣的，怎么说呢？很有趣的事情啊，因为我只是知道西贝他们喊了这样的一个口号，但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以前还有这样的故事。另外，川普这次上联合国怼天怼地，有点像当年赫鲁晓夫上联合国发言摔皮鞋。哎呀，川普让他怼呗，那就是个表演型人格，你怎么办呢？点外卖，饿了么上新了一家叫老范秘制红烧肉，哎，这个不错啊。今天不准时吧？为啥不准时？这不是来了吗？很准时。晚上好，对，你们都点赞了没？都要去点赞哦。好，让我先去换个眼镜啊。这个眼镜还是，哎，我看这个紫色的是什么东西？看不太清楚，反正是有个紫色的反光。好嘞，开始读今天的评论。第一条 ，Codex 5GPT 5 Codex 的技术侵权，有人说了，说不，上万行代码是大模型疑似对话的 token 极限了啊 ，AI 便利所有代码是不可能做到的。最近几年内也一点做不到，大模型上下文窗口很难再高到多少了，别被误导了。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现在肯定对于完整系统的阅读是有很大提升的啊，他们会这个一次一次的往里读啊，而且呢，现在很多的这个模型都是有上百万 token 的上下文，绝不是几万行就可以把它塞满的啊，所以现在大模型对代码的处理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强了。麦克风好像没开呀。开了呀，你们都听到声音了吗？我这儿看到的是有声音啊，没有问题啊。诶，等我看看，麦克风模式标准，语音突出，宽谱，这个有区别吗？反正它还有3种麦克风模式，有声音，有声音。这个零工学，你看看你的是不是耳机有问题，或者音响有问题？我这儿的声音是有的。好，我们继续啊。上期读评有人说了，说这个中国版的 iPhone 17为什么不能国外 eSIM？国外版本的 iPhone 不能用中国 eSIM 啊？这个我党在害怕什么吗？其实呢，这个中国版的 iPhone 17是可以用国外的 eSIM 的啊，只是不能在中国境内激活。你可以出境以后去激活，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国外版的这个 iPhone 呢，确实是不可以用中国的 eSIM 的啊。就是拿进来以后，你去到各营业厅说我要想去上一个中国 eSIM，这上不去的啊，这个事儿就别费劲了。这个事儿呢，其实不是我党在怕什么啊，就是很多的事情呢，都是下边这帮运营商自己在这打小心思，然后呢，再以安全为借口，然后要求国家顺从他们的这种小心思。你比如说吧，联通现在讲的是，我不给你把旧号转成 eSIM，你必须上个新号，对吧？原因很简单，就是他的号流失的很厉害，所以呢，他就想上新号，还想让别人携号转网转到他这儿来。然后移动呢说，哎，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这个
试点了啊，准备开始卖这个iPhone 17 Air 了啊，准备开始搞了。移动呢是支持这个就是旧号直接转的啊，电信也是支持旧号直接转的，联通不，他说我就要搞这个，而且现在好像移动还出了一个什么要求是，就是你装了 eSIM 以后，对吧？这个不允许随时切换啊，每周还是每多长时间只能切换2次，它有一个切换的限制啊，给你做了这么个事情。其实大家要注意啊，一旦上 eSIM 以后的话，这个用户等于就流失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别看这个 iPhone 17 Air 上只能够双卡双待，但是上面是可以写8张卡进去的。你写了8张卡，你可以直接在里边去切换，说我现在哪个可以工作，哪个不可以工作，对吧？现在呢，这个运营商他们是把这些卡号呢认为是自己的私有的这个资产。对吧？不是我们花了钱买了号，这东西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这个电信运营商的。所以他们搞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这个你不能说上了我的号，然后不给我交钱，这事儿不行啊，你必须要给我交钱啊，你不能说把我的号装在里头以后，这个搁在那个8张卡里头去沉睡啊，这事儿也不行。所以呢，他们现在其实怕的是这个，然后再扯了一个安全的大旗，说哎呀，你看安全了呀，不安全了呀，咱们得好好防范啊！他们现在基本上就这么个故事。上期读评啊，日本的不作为其实是一种保持自身特质的行为，被电子自动化淘汰也不一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要说他们的传承也是一个很大的特质吧。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要这么去想这个问题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日本呢确实有很多隐形冠军，包括德国、欧洲，其实还是有很多隐形冠军的，对吧？但是要想清楚一件事啊，这些隐形冠军是怎么产生的？就是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做其中的一个零部件或者某一个特定的专精技术，一直做，做得很好，但是呢，未必以后需要这种设备啊，也未必需要这种零部件。那么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需要另外一种设备，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些隐形冠军转型的失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他们不掌握最上层的这个趋势和方向的话，他们被淘汰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对吧？之所以现在说，哎，我们为什么淘汰不了它？比如说吧，咱们举个例子，机床，对吧？这个目前为止最好的机床是德国的呀、瑞士的呀、日本的呀，就是日本可能还都不算最好的，就是瑞士机床、德国机床，啊，就是欧洲的机床是最好的，精度非常高，对吧？你包括像马斯克造各种什么 SpaceX 都是要买他们的这种机床，还有那个很多这种精密制造啊，这没有他们机床搞不定的。这个，但是中国的机床折腾了半天，为什么搞不定？因为你研制这种高精度机床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它的成本非常非常高啊。那么又没有人愿意去买，国内这帮公司也是天天去买这个瑞士机床、买德国机床、买这玩意儿日本机床回来用，对吧？那么中国自己造高端机床就压根卖不掉。但是呢，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情况。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俄乌冲突了以后呢，都对俄罗斯禁运嘛，然后俄罗斯就没有这个机床用，因为机床这个东西是需要经常维护啊，需要，因为就算以前他比如买了德国机床了，现在没有人给他送零部件了，他也跑不起来嘛，所以他就需要买中国机床啊。所以俄乌冲突这几年真正对中国带来的巨大帮助是什么？就是中国的这些高端的机床终于卖掉了，然后他们也愿意在这块去投入精力去研究了，因为俄国的整个弹药生产、什么武器装备生产，现在的能力大概是俄乌冲突开始时候的可能5倍还是几倍，就是快速的增长。因为你打嘛，打的时候你就不停的要消耗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说我打光了以后，然后靠朝鲜给着点这个装备也搞不定，所以就大量的中国机床就去了。那么，如果中国机床经过这个训练了以后，说，哎，那我们以后是不是自己就可以去这个内部也采购了？因为它毕竟便宜嘛，它肯定比德国机床便宜好多，对吧？那可能这些隐形冠军就被干掉了。
如果没有俄乌冲突的话，这帮隐形冠军至少造机床这帮人可以一直这么混下去，一点问题没有。现在的话，这个就费劲了啊。这个比如说造这种叫5轴加工中心或者几轴加工中心里头，有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格力格力的这个机床造的是相当不错的，没想到吧？对吧？他们跑到德国去参展，还可以得好多奖，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这种隐形冠军，像日本这种，他这个自己去被电气化、自动化淘汰的一个过程，对吧？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总有一帮这个收钱收的很少的人，然后等在后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整出点什么幺蛾子来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好久没看老范了，哎呀，这个不对应该经常来呀。感觉今天音效没有之前好，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这样呢，是不是会好一点？可能是玄学了，也不是玄学，我估计是 macOS 26升级了以后呢，它去处理了声音就是声音收到这个叫什么呢？声音收到Mac 以后呢，它要自己处理一遍但是就相当于有一个声音滤镜，但是这个声音滤镜我现在还没太搞懂是怎么回事儿。待会儿咱们那个把评论读完了以后吧，咱们试一试。这个 eSIM 不会对梯子限制吧？这个应该跟他没关系刚刚看张雪峰被封了，有什么小道消息吗？没有这个，但是前面网信办突然出来说我们要再次清朗行动，然后整治很多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像张雪峰这种人就是树大招风，对吧？他一定会有很多人去举报他。那么举报了呢，总要核实一下，万一哪条，你想他这个又一东北人，天天在那大喷子，对吧？说打台湾我要捐5000万这种人，那么他未必就哪条都符合，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吧。张雪峰呢也不算被封只是叫禁止关注，就是新的粉丝关注不上了以前已经关注过的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网易的无限大的 PV没看，这个我对国内这些游戏没什么兴趣。墙内这种审核程度肯定搞不定国产的 GTA 吧，这个就别想了。疯子辈的又出事了，这个护尘风不知道是谁，我就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你们老在我这提这个人的名字，好奇怪。这个继续读评这个 OpenAI 的用户调研这一条，有人说了说服务业看自己的客户是看屌丝的心态吗？为啥制造业不这么看呢？这个观点特别有意思我原来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服务业看客户都像看屌丝呢？应该也不至于吧。你像服务业，你比如说剃头的这个擦鞋的，他们看客户算看屌丝吗？这个还真不是但是互联网确实是看客户像看屌丝一样。原因呢，倒也不是说看不起客户但为什么讲叫得屌丝者得天下呢？因为大部分人是屌丝。如果你说我专门为这个高端用户去制作什么东西的话，它的用户量上不去，对吧？你做互联网，你用户量上不去，然后你的这个单个用户的收益又很低的话，肯定这个商业模式是玩不下去的，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是要去寻找大众喜欢的内容大众喜欢的方式。什么叫大众喜欢的方式？因为互联网其实核心的一个问题叫什么？叫用户转化率就是你看了我的视频，然后看了广告，然后点进去买了东西，就是我们最后要赌这个东西。那你说我现在要拍一个广告，然后让大家去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有更高的转换率，我肯定不可能按照这个很多高端用户的需求去做这个广告，一定是按照最基层、最屌丝的这个心态去做这种广告，那转换率才能高，对吧？你看华与华的所有这些广告词都是按照屌丝的，就是面对屌丝的方式来去设计的啊。这个否则的话，你转化率实在太低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除非可以得到这个就是高客单价的保证啊，否则没有人会去为这种就是比较个性化的高端用户去服务，都是为屌丝服务的心态啊。当然，并不是看不起他们，只是说，如果你不为屌丝服务的话，你这个商业模式就死了，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朋友提出的这个观点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启发性啊。还有人说，简而言之 ，AI 就是一个工具，有能力的人能靠它变得更强大，平庸的人即使用 AI 也是一样的平庸，就好像一支笔在画家的手里就能创造出艺术品，在平常人手里只能画出涂鸦啊。这个事儿呢，不能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啊，这就属于很传统的小农意识的看法。对吧？在互联网时代或者在当今时代呢，我们还是要看到一个比例啊，或者说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当有了一个更好的工具了以后啊，能够创造出新东西的人啊，或者能够创造出有价值内容和产品服务的人，会比以前更多啊。最后你说，哎，我们去以结果论英雄啊，做出东西来了。你就是成功人士啊，就是有能力的人啊，没做出来，你就是个平庸的人，也可以这么去处理吧。但是最终呢，这个评估体系会发生变化啊，然后成功的人会变得更多，即使不成功的人，生活也会变得更好啊，这就是科技进步的一个带来的结果吧。再往后啊，说我觉得范老师描述的可能只是一个表象。内核是富人用 AI 制作自己的东西，因为一切行为的核心都是为了能够做出自己的作品，所以会将 AI 作为助理。穷人用 AI 完成别人给的任务，目的是完成工作，因此一切目的都是为了把自己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完成，所以倾向于一键生成结果。AI 使用方法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人是否有自主性的目标。哎呀，这一条我也觉得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怎么做出自己的东西来啊，怎么能够有更好的自主性。糊弄事儿的事情啊，说这个敷衍的事情就不要去干了，那个玩意儿 AI 自己干就完了啊，不用再掺和任何人力了，对吧？如果我们要进入去干活的话，还是要去发挥出一些独特的作用来，对吧？会有差异的这种价值啊，这个才有价值啊，这个才有意义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条的这个评论啊，也是非常非常有启发的一条评论啊，分享给大家。还有人回啊说，这个 OpenAI 呢，让我想起了之前哈佛商学院的一个调查，美国大学们以为慕课雨后春笋冒出来之后，穷人就能够获得廉价甚至免费的知识，但是发现利用慕课最多、完成率最高、观看时长最长、付费获得结业证书的人群，依然是收入以及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也就是说，这只是助长了同温层，真正的底层根本看不懂、用不着、学不完。这个事儿呢，只是说啊，这个底层现在有机会可以去通过慕课做出来啊，这个上升啊，进行阶级跃迁了。大家只是不同的层次里头呢，使用慕课的比例不一样啊，也不是说底层它就完全不用，对吧？这个我觉得这就够了啊，就是给了底层一些这个用更低成本上升啊，进行阶级跃迁的这种通道就够了，对吧？我记得以前是里根当总统的时候，有一次发表新年演讲。
对吧？说大家都在追求美国梦啊，说这个有人坐着一个盆儿啊，从古巴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过来追求美国梦。说到底什么是美国梦呢？对吧？美国梦就是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这就是美国梦，对吧？它其实慕课这种东西给了大家的依然是美国梦。那美国也没有遍地都是有钱人啊，也有很多穷人啊，对吧？但是你最后成功的人，你未必上边是世代成功啊，你也未必是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起点，对吧？有很多很穷的人，或者说真的是抱着个盆就来了的人，他们也能够在美国成功，这就是美国梦啊。这个所以慕课也好，OpenAI 也好，实际上都是给了大家一个实现梦想的可能。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来了以后，所有人就一下都变可厉害了啊。周立峰是谁？不知道。张雪峰和护晨峰是什么？不知道。这个护晨峰是谁？真不知道。就是你们不要在我这儿提这个人，很烦。这个张雪峰我还是知道，天天在这喊，对吧？这个因为我儿子前面这个高考嘛，所以还看了好多他的节目。但是另外一个人就从来没听说过。第一次赶上直播啊，今天啊怎么看今天阿里的模型？这个阿里现在就下饺子一样在那发模型，对吧？我现在都没空折腾它。阿里现在今天是发了6款还是几款模型出来啊？实在是有点太恐怖了。剃头主理人，这是什么东西？晚上好啊，晚上好。因为大部分就是屌丝。其实呢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不太同意说大部分人，这个应该怎么讲这个问题呢？就是每一个人呢，如果你把他单独作为一个人来去评判，其实你不能说大部分人是或者不是屌丝啊，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发光的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政治正确一点。但是当你把一群人放在一起去算统计数字的时候的话，这个就都变成屌丝了啊，这个有点像群体无意识那种感觉。是的，要给低成本通道，至于个人选择尊重就好了，是这样的。好，我们继续啊，这个特斯拉的储能电站这一条啊，有人说啊，为毛一个 PE 200多倍的票，还在吹什么低估了？低估你妹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 PE 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标也好，或者说这种财务指标也好吧，它是一种衡量工具啊，而且这种衡量工具呢，是属于一个就是观察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认为它在一个多少倍数上是合理的，但是呢，这种衡量工具并不是说一定是适合所有公司的，对吧？任何公司你的 PE 达到多少倍以上啊，你这个就不合理了，就是高估了，我们就应该抛售它。这个并不是如此啊，每一个公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看着谁 PE 200多倍了，你就觉得这个公司一定是高估了，那你就没有玩过美股吧？因为美股里还有亏钱的呢，对吧？你 PE 好歹你得是挣钱，你得有利润，你才能算 PE 啊。你要是亏钱，你咋弄？我记得猎豹移动当时上市的时候，PE 可能是几千倍啊，因为不怎么挣钱，没什么利润，对吧？这个就没有办法。所以呢，大家不要太去纠结 PE 是什么样的啊，也不要觉得，哎呀，你看你这个 PE 都这样了，还怎么怎么样？你照这样买股票，看看你挣钱不挣钱就完了呗。
范老师，这个抠像功能顺滑了好多。对的，这就是 macOS 26干的事情啊。原来这个抠像都是由浏览器自己抠的，而现在这个抠像的话是由 macOS 接管了，由它去抠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比原来好非常多了。我觉得基本上有绿幕感觉了啊！你看我现在这个已经抠得非常非常干净了，原来还经常是这个脑袋呀、头发呀旁边会有一些不是很清晰的地方啊，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好，我们继续。歼六无人机变废为宝，量大管饱这一期啊，那么首先讲啊，说这一条是我跟土拨鼠两个在首钢园里拍的啊，背后那个山就是石景山啊，然后这个大家看看风景也还不错吧，以后还是有机会多出去拍。好啊，这个首先有人问了啊，说这个歼六当自杀对地攻击机，首先要解决抗电磁干扰的问题。要是卫星导航被干扰了，就飞不到目标上空了啊！无人机的战斗力受太空卫星和电子战的制约。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呀。不要用各自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呢，直接往这上生搬硬套，啊，为什么讲这事儿呢？就是其实我们谁都不是做这个东西的人，对吧？土拨鼠呢，好歹还做过啊，但是呢，很多他亲自参与或者做过的事儿呢，他没法说啊。然后剩下的咱们这帮人呢，都属于是拿着这个各自的街谈巷议的这样的水平呢，就往上升套啊。你觉得这个以你的逻辑理解啊，这样东西是行的，那样东西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呢，就觉得歼六是行还是不行，这个呢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因为毕竟呢这是目前展示的一款设备啊，而且是在航展上展示的一款设备，对吧？那么真需要用的时候呢，它是有可能会被拉上战场的。最终这个东西行还是不行，对吧？到底哪块行哪块不行啊？那么我们还是要到战场上去，测试了以后才能知道，对吧？而且这种东西，你把它摆在这里，它的目的可能本身就不是说以后上战场，而是把这个歼六放在这儿，是不是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下？或者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某些地区的这个军备采购的清单就直接给拉偏了，对吧？原来可能需要采购很多坦克啊，采购很多其他的一些设备啊，那么现在是不是就多采购一些地对空的导弹啊？因为那东西也很贵啊，对吧？花完了钱没了啊，就没有那么多钱去更新这个地面的装备了。那么我们把这个歼六可能也压根就飞不起来。啊，但是我们坦克上去的时候就可以极大的减小伤亡，这都是有可能的呀。所以我觉得大家没必要去说啊，这个这样行那样不行啊，这个真的意义不是特别大。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所有跟军事相关的这种题目吧，呃，就是你去看评论区里头真的是对立情绪满满。啊，有些人说你们就是粉红啊，有些人说你们就是反贼啊，你们就是在阴阳兼六啊，这个其实意思不大呀。就是我们俩呢，肯定是两个老男人嘛，找点这个自己感兴趣、说着开心的话就聊了，对吧？聊成什么样呢？对吧？这个该保密的东西、不能说的东西呢就不说，犯忌讳的事儿呢我们也不说，尽量按照自己的这个开心的方式，在这个圈子里说就完了。对吧？你说这个，你跟我辩论了半天啊，这个东西，这个有卫星怎么样了？没有卫星怎么样了？干扰如何了？它有什么意义没有啊？对吧？这个意义没有那么大啊。我觉得这东西最大的意义就是一个威慑意义就可以了啊。我们已经起到威慑意义了。好啊，继续。这个这些歼六机体多数在退役多年啊，长期闲置，飞机结构疲劳。金属疲劳，发动机寿命、油路、电子系统啊，都可能问题重重。
要改造成无人机或者攻击无人机，需要大量翻新检修，这个替换部件。若作为自杀式飞机或牺牲型攻击机，性价比几乎为零啊。这个，当时我们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嘛，就是这些设备到底保养的怎么样，对吧？这个事情呢，没有办法跟大家去统计，或者说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没法说。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是封存保养的，因为中国的很多武器装备，你造出来以后压根都没飞过啊，就直接这个保养去了，就是直接封库了而且很多的就是退役了以后呢，也直接封库了。现在我这个保养的好，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能够多几架上去啊，保养的不好也就少几架上去呗，对吧？而且这个东西到底是1000架、2000架，还是像这个抖音上很多人说的是6000架，这个反正对于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啊，1000架就已经是灭顶之灾了，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大概率它不会一架都没有啊，但是呢，我也不太相信有6000架，所以这个所谓的保养啊什么，这个也就如此了。至于金属疲劳的话，没什么可疲劳，金属疲劳个屁，压根没飞过，对吧？你可能最多把这个线路啊、软管啊换一换，对吧？而且当时的这个歼6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电子设备，全都是拉线的，对吧？手动控制拉线的，这个可需要更换的东西很少啊。早上好，晚上好啊！今天早晨做了个鸡蛋饼，边做边点赞。哎呀，鸡蛋饼好东西啊，实在是好东西，说的我都馋了。晚上好，对，谭老师晚上好。PE 要看企业、行业、传统行业，不适合高 PE、高科技、未来产业啊。传统行业不适合高 PE，高科技、未来产业，那就猜画大饼呗。这个没有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会有现在的互联网吗？这个 PE 反正它算是一个统计结果啊，但是并不是说离开这玩意儿就不能赚了。15年以前，我在北京工作，家里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兵器部的青年，其实挺好的一个同学，但是吃饭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很好玩。当年我是个做记者的，他问我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我能说30分。我问他你最近什么新鲜事儿，他说都是国家机密。对，这个也确实是比较麻烦。你像我跟土拨鼠俩人聊了半天，说哎呀这事儿能说，那事儿不能说了。这个那个事儿也不能说了，然后这个他就经常会干这种事情。你这理论和海带防潜艇有一拼。这个事情，潜艇可能也需要去处理海带的问题吧。好啊，继续。这个有人说，这个就是下一条视频是美国购买 TikTok 交易的过度解读啊。有人评论了说不可能的 ，TikTok 国际版，你要是哪里 IP，你现在登录的就是哪个国家？我试过，我想访问其他地方不行，要换 IP，电脑登录 TikTok 现在是 TikTok 的搞分区版，不信你自己登录啊。这个 TikTok 登录这事儿，我肯定是明白怎么回事了啊，因为我们就干这个的，对吧？他会专门有人不停的去做攻防，对吧？然后这个不停的去买这个各种 IP 池啊，这个事儿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不用为这件事情担心至于其他地方的话，他肯定推荐都是会有就近原则，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你比如说，我今天要给你推荐饭馆，对吧？你人在美国，我给你推荐一个巴黎的饭馆，这个转化率会下降的所以他都会做一些就近的推荐，这个是没有任何毛病的。但是呢，原来比如说网红或者是说跟这个地理位置无关的一些交易的话，它就会进行全球的推荐
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推荐算法的这个平衡的问题，对吧？你说我在 TikTok 上做一些付费会员节目啊，全世界哪儿都有人看，那他为什么不把我的节目推出去呢？但是按照现在讲的这种以后美国的内容啊，在全球的权重会下降的话，那么对于美国就是有伤害的啊。所以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再往后啊，这个TikTok 尘埃落定的时间点，这个还可以进一步过度解读，联系内塔尼亚胡抱怨中国对以色列的负面宣传。对，前几天内塔尼亚胡说卡塔尔跟中国对以色列进行了这种叫信息围堵，还叫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不知道他具体讲的是什么，关键是。因为内塔尼亚胡也这么大岁数了，对吧？所以呢，他讲的东西可能跟咱们想的未必一样啊。至于说这个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各种负面宣传的话，这个也没办法。我觉得最主要的应该不是中国，也不是 TikTok 啊，而是这帮白左，对吧？这个就是我个人对于这个巴以之间的看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以色列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巴勒斯坦了，对吧？你留在那儿干嘛？除了添乱之外啊，然后你把这个剩下的人啊迁到哪儿去都行，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你说想谈啊，或者想停火，想怎么着，先把所有人质都放了，对吧？你不可能说，哎，我抓着你人质，然后放一半，然后你要停火，这个事儿没有任何意义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际的惯例就是绝不跟恐怖分子抓人质的人去谈判，因为你如果谈判了，就告诉他说抓人质这事儿有效，对吧？他下次他接着抓这事儿不行，所以宁肯是人质不要了，也绝不谈判，对吧？因为你一旦谈判了，他们就接着干去了。只要说哈马斯这帮人说我还拿着武器，还在这打，还扣着你人质，那这事儿就打，就把他灭干净完事儿了，对吧？然后剩下的人，你说，哎，我们愿意保着哈马斯，愿意这个什么啊？那这些人就这样吧，对吧？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就是把整个的这个巴勒斯坦原来这些土地全占干净完了，对吧？别留他们在这儿添乱，留在这儿就永远是祸乱之源啊！他们自己也管不好，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像这种阿拉伯国家呢，都本身就是部落制，对吧？没有一个强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他说啥他也不管用，对吧？这个巴勒斯坦的总统啊，现在也有一个叫哈巴斯还是什么，就是也是在那讲说啊，我们要如何如何，你说这管用吗？因为没人听你的，你在这说了干嘛呀？你说了半天，然后争取了一堆同情，停战了，然后那边还扣着人质呢，这就是捣乱。而且呢，阿拉伯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想要巴勒斯坦难民，因为他们去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在那儿闹事儿，对吧？他们跑到埃及上埃及闹事儿去，刺杀埃及总统；跑到这个科威特，跑到科威特闹事儿去。就是任何国家只要敢接受巴勒斯坦难民，他们就跑到那儿去闹事儿。因为什么？他那边有一国家嘛，就老觉得我回去以后有从龙之功啊，有这个那个，你直接把这个根儿给它掐了就完了。至于那么多国家去承认巴勒斯坦这件事儿呢，都是狗屁啊，一点用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制裁和这个封锁分两种啊，一种是有美国参与的，一种是没有美国参与的。所有没有美国参与的制裁与封锁都是嘴炮啊，没有任何意义，对吧？只要有美国参与的，才有可能出兵打仗。所以像他这个事儿呢，别人再怎么承认啊，再怎么折腾，说要制裁他没用啊，因为美国不参与。剩下的人啊，甭管是阿拉伯国家、欧洲国家，包括这个咱们啊，这个谁去折腾都没用，因为谁也不愿意为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出兵，对吧？只要不出兵，那嘴炮呗，闹呗，怕什么呢？封锁一段时间就封锁一段时间呗，因为你把这个国家或者说把这个地区留在那儿，永远是祸乱之源，你又弄不了他，对吧？然后他内部他自己也管不了自己，那就把它处理掉呗，就像癌症一样这个东西，对吧？直接把它切了算了。至于切完了以后剩下这人啊，你要愿意接受，比如说一个文明政府的管理，那你就好好的接受管理。如果你说我不愿意接受管理，我就是要闹，那就轰走，对吧？谁愿意要他们谁要他们，啊，这个咱们今天讲的稍微有点远啊。
再往后啊，说这个其实算法准不难，就是无限度窥探用户所有的秘密讯息和操作历史数据，越详细越准。所以这种无下限的窥探，绝不能让美国人知道。这个其实所有推荐算法都是去窥探的啊，只是这个算法看完了以后是不是给人看，或者人在里头是不是有操作的余地而已。在这里头呢，肯定是 TikTok 这个是操作的最精细的一个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还有人说美国才不需要这种系统呢，这个美国可能是不需要啊，但是董王和 MAGA 需要。继续啊，这个美国购买 TikTok 交易的过度解读还有一条啊，说所有权移交以后，审核团队和审核标准会不会有变化？反华辱华内容会不会增多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个审核团队呢是会发生变化，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到了那边以后反而会减少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你像美国这帮人审核啊，他们也需要反对歧视啊，对吧？也需要去这个遵守各种规则呀，对吧？你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变得更规矩一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中国人可以穿着汉服满世界溜达啊，我们可以到美国穿汉服，可以到日本穿汉服，但是你看看在中国大街上你穿个和服试试，对吧？这个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这种事情就算到美国人手里，让他们去审核这个反华辱华内容，也不会变多的啊。好，继续。你这里论和啊，这个什么念过啊？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个中宣部，这是最可怕的。那怎么办呢？你不住这个中宣部，这个日子不好过呀。没人说话了，对呀，大家要努力的去发评论啊。也挺奇怪的，美国的很多兵器、飞行器，马斯克的火箭基地，互联网外观、飞行地貌，都能拍啊。到中国都是国家机密。其实美国也有好多国家机密，美国也有大量东西不让拍的，对吧？只是他们露出了一部分而已，都有国家机密。他们会邀请来拍啊，因为都是要卖的，对啊，他们也有新的东西，这个不卖的东西人家也藏起来了。咱们现在不是也在办航展吗？也拿出来给人拍呀。人民战争也没办法啊，恐怖分子混在人群里面，连路边的孩子都有可能是自杀炸弹，以色列难以分辨误伤啊，很正常。但是左媒啊就盯着这点报道啊，使劲报道。是的，所以真正抹黑他的其实不是中国啊，还是这帮左派。同意范老师关于巴以的结论啊，感谢。这个只代表我自己啊。等我鸡蛋饼出锅了啊，我今天用小高姐的菜单，用烤箱烤了一个蓬松的。哎，你可以这个录这个做饭视频了呀，对吧？你还是要努力的更新呢。去约旦搞到约旦内战，去黎巴嫩搞到黎巴嫩内战，叙利亚老阿萨德见了他们也烦，拒绝前往他们叙利亚，拒绝对，然后埃及烦到封锁来往通道，不过巴勒斯坦极端思想是埃及的种啊，这个就没法整了啊，这个看过了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是真的没完没了了，我觉得还得持续1000年。这个把巴勒斯坦收拾干净了就没有了啊，这个就结束了，对吧？你如果留着他们，就真的没完没了了。就是你只要留在这儿，就是没完没了。就是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本身巴以分开这个结果，也是咱们中学课本里讲的英国搅屎棍干的活呗，对吧？你像这个印巴，对吧？最后留了一个克什米尔。然后搞了一个像这个什么孟加拉呀什么等整了一堆这样的事儿，
对吧？他走到哪儿离开的时候都整了这样的一套东西下来啊，就是搅屎棍儿。其实呢，这个我倒并不觉得英国人是故意的。英国人呢总觉得说，哎，我这个虽然给你留下了一个尾巴，但是你们后边自己慢慢商量呗。但别人又没有英国人这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能力，对吧？最后就变成搅屎棍了，啊，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就是你比如说最后印巴也好，或者是巴以也好，按照英国人的方式说，两边都是这个愿意坐下来谈的，对吧？那就谈呗，对吧？这个并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像我们以前经常干类似这样的事儿，就是解决不了放那儿放着呗，以后再说呗，对吧？这个因为我们以前比如写这个投资协议，写各种各样的这种交易协议、交易架构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东西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先搁这儿呗，等以后再说呗。这个英国人我估计应该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做的各种各样的分治，然后呢，这个忽略了人心的险恶。很奇怪啊，那些穿和服的人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穿的都是美国衣服，咋没人说啊？这个不了解。我做黑暗料理可以，没问题啊。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国内这种各种邪修料理都拿回去试一试，然后还可以去跟这个美国的主妇们去分享一下啊，然后录点视频出来。X 上随便评论了下有关谁的推文啊，让人举报。这个人是谁？你们就老在我这儿提，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问题是收拾不干净啊，总有刁民会挡在路上，不让他收拾干净。这个现在就是以色列估计也是就是烦透了，就是直接收拾干净完事儿了，就是谁说也没用了啊，就直接收拾。明天飞日本啊，再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咱这儿多自由啊，比他那儿自由多了。恐怖分子混入人群中，就像得了癌症，除非排毒做化疗，就这个难免伤到无辜。这个事儿，哎，就没办法。其实，所有的这些穆斯林国家，就是他们的这个治理能力都是有问题的，对吧？到目前为止，哪一些穆斯林国家是完完全全的这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其实是很少的啊。你像马来西亚也是一堆的这个土王，对吧？一堆的苏丹在那儿轮流做国王。这个印尼啊，印尼可能还稍微的统一一点，埃及反正也乱得很，对吧？他好多地方自己也管不了，像巴基斯坦，好多地方他自己也管不了啊。然后这个。他们你说，哎，我保证这个，保证那个。我记得原来那个谁啊，塔利班啊，阿富汗塔利班到咱这儿说你承认我吧，然后咱说你把这个新疆的势力清除干净啊，保证阿富汗不成为中国的这些恐怖分子的这个训练基地，我就承认你。然后闹了这么多年，他也搞不定这事儿，对吧？那我们到现在其实也没有承认阿富汗，就是有其他国家承认，咱们现在也没承认。虽然生意在做，但是没法承认的。这个就没法整。剩下还有一些国家就是军队是独立的啊，这个国政府管不了它，像越南、这个印度，然后还有像这个泰国、伊朗这些国家，就是军队是政府管不了的，对吧？这种地方都属于政府自己就没有能力去这个治理国家，对吧？那他就乱呗。认识一个 cos 妹妹啊，要给人家买《鬼灭之刃》的谷子，好吧？这个你应该带着妹妹一起去啊。日本没有女大了，日本有那个什么呀？有这个那个叫什么街来着？涩谷还叫什么？顺便看一下《鬼灭之刃》剧场版，那日语的你看得懂吗？雷军最近的负面消息比较多，是有组织的抹黑呢，还是网友真情吐槽？没有什么是真情的啊，都是有组织的。雷军呢，现在还是在忍受这种反噬吧，就是他前面有点太高调了啊，出镜也出的太多了，成为了一个完人。那么现在呢，他想转型啊，转成一个正常的老板，就是
不再这么出镜了，然后让这个舆论自然的去平复下来。那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你谁讲雷军谁还是有流量的嘛？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有的时候是有组织的，有时候是自发的，对吧？这个我记得原来郭德纲讲过一个话，对吧？叫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紫，对吧？你现在就是这样，你骂雷军你就大红大紫，就是有流量。那大家为了流量就不要脸了呗，或者说就是这个不再仔细思考了呗，就骂呗。所以这个能怎么办呢？他必须要接受这个，你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种流量的戒断反应。对吧？原来就是流量太贴近了啊，现在往后退，那就需要接受一定的反噬。其实聊一个留学生地陪啊，这个东北妹子性格很好，周五带我逛一天啊，挺好挺好。这不就是 escort 吗？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可以带出去一天的女友体验，好吧？不是英国，英国是要搞联邦，本来美国也同意，苏联跳出来强力支持两国论，正防美国中期选举杜鲁门这个什么就为了选票就这个改变联邦议案为两国议案。这个杜鲁门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因为我看过杜鲁门传啊，就是很多人要求支持巴勒斯坦。这个，然后杜鲁门那个当时也是在选举，然后呢就讲，他讲的特别直白，说那个你们如果能够给我送来大批的阿拉伯裔选民的话，我就支持他，因为犹太选民包括犹太财团在美国大选中的这个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当时的话，这个所谓的两国论是这个以色列是很弱小的。对吧？当时都觉得分分钟把他干掉，他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对吧？当时说这个要去支持以色列建国，当时没有以色列的事儿，所有支持这个两国论，就是当时以色列建国都是支持两国论的人，都是一帮这个支持以色列的人。而之所以苏联会跳出来支持的话，苏联内部也有大量的犹太人，他们也是想把这些人都弄出去，对吧？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犹太就建国了。看了731后劲有点大，得去日本吃顿和牛火锅缓一缓。这个731我是压根没打算去看，我日语不太好啊，需要他带我玩，只说英语，日本人一点听不懂，应该不至于吧？我觉得你在城市里头找年轻人说还是能听懂的。政府管不了军队，这难道不是好事儿？别开玩笑了，当你政府管不了军队的时候，你就会出各种幺蛾子。你像缅甸不就出了幺蛾子了吗？直接把这个昂山素季抓起来，对吧？周三的晚上是食色性也，对啊，这个你负责食啊，凯文负责色，那性怎么办呢？这个去日本待几天，然后飞台湾啊，我的台湾签证没办法从大陆直飞，哦，那这个好吧，去台湾玩吧，我也想去台湾玩，可惜我去不了。以巴第一次战争时期，苏联出武器，出红军老兵，东欧犹太人在联合国鼎力支持以色列，还否决联合国的停火协议。等到埃及纳赛尔上台后，又转向支持纳赛尔，从此中东就不得安生。哎，但是以色列还真的是打出来了，越打越大，越打越大。我记得有一个以色列剧啊，这个叫《眼泪谷战役》还叫什么？我大概看了几集啊，那个拍的是真好，但是呢，它是希伯来语的，看起来很痛苦，就是完完全全的看字幕。歪个楼啊，向国补京东买个这个，外接一 T 可行不？这个其实还行啊，就是你去买那个40G 的那种40G 每秒的那个硬盘盒，效果其实还可以。因为我最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去买那个40G 每秒的硬盘盒了，因为我的电脑上现在
1T 的电脑还剩200G 啊，特别是玩这个 Osmo 360的这个空间不够了，对吧？这个东西是极耗空间的。郭德纲啊，抖音上主管曲艺流量的神，是的，同理可以套雷军，但是郭德纲要比雷军在这块还是要强很多的啊，因为他不太怕骂，因为相声演员嘛，就是骂大的，对吧？天天也骂别人，但是雷军还是后边有一个这么大的公司，还是比较怕骂的啊，他被骂了以后，股价会下跌的。哈马斯的前身是以前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后来被埃及给赶出来，就扎根在加沙了。现在埃及对加沙的封锁是最严密的，对，所以这帮人真的是走到哪儿祸害到哪儿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应该把他们送到一些这种叫做教育营啊，这种就是在新疆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教育营啊，把他们到那里好好的去教育教育，然后把所有的孩子好好的去做义务教育啊，上完9年义务教育，然后啊这个成为有用之才，这个才是解决这种问题的最好方法。我觉得解决类似这种问题啊，咱们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上次去东京发高烧啊，没去成台湾啊，你好像讲过这个故事。对，这个我上次去东京还是去年4月份了啊，然后这个在那儿赶上地震。说到雷军啊，就思维跳跃到武大了。我可怜的母校最近各种校友群里都各种拍脑门的表情包，无语啊，无语，彻底名声坏了。这个你不是还有后边的学历吗？以后你就出去不要跟人说你是武大的，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个词很好用啊，我们在国内看不了美国数据的 log，这个需要找美国的人帮我们去看，好吧？731这个电影真是神中神啊！低配版鱿鱼游戏很抽象，还有一口东北口音的日语的女大佐，这就真不知道了，我也不打算去看。范老师负责姓，好吧，我这个有点难啊。731这几个月前，731这几个月前开始那些下三滥营销，开始就注定是烂片了啊。这个就好也好，烂也好，我都不会去看啊。周一前同事回国带我又去上海吃了一下谷歌食堂，现在啊真的比微软强太多了。可惜评论不能发图，这个国内的谷歌食堂肯定是非常好的，但北京谷歌食堂已经一般了，因为他们后来搬到那个叫做什么，叫荣海大厦吧，搬到那儿以后变成了是物业来管食堂，就不是谷歌的人自己管了，那个水平就下降很多了。而且我觉得美国的就是 Mountain View 那谷歌食堂已经这个完全不行了啊！我是上次去吃完了以后给我恶心到了，完完全全没法吃。我觉得我上次去还是 LinkedIn 的食堂最好吃，Facebook 食堂属于一般。再往后读评论吧。这个我发了一个帖子啊，说 H1B 的这个10万刀的事儿。我说我自己这辈子可能用不着 H1B 了，对吧？但是我儿子现在还在国内上大学，以后我也许会走这条路，对吧？所以呢，不能幸灾乐祸。然后有些人就给我评论说，为啥会有幸灾乐祸的想法？不论是否与你有关，都不应该幸灾乐祸。我觉得呀，这个你们也不要对我要求太高啊，这个也不是什么这个道德完人啊。每一个人看到别人摔一大跟头，对吧？一个屁墩摔地上，然后这个会心一笑，都不是那么特别恶劣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符合人性的啊。这个具体到哪一个人身上啊，可能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这事儿跟我们完全无关的话，这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对吧？这就是人性的一部分。还有人讲啊，这跟你毛关系没有啊？等你儿子需要 H1B 的时候，都换了2次总统了。
应该也不至于啊。我儿子对不好说，应该可能换了1次多吧。没准儿换了万斯上来了啊，这个这不好说的事儿，对吧？我儿子现在已经大2了。哎呀，还有人说啊，老范精致利己啊，以你自己为圆心，关系为半径，你这样判断损益是可以的，但是判断对错，还是要公平吧。这个甚至还有人说，哎，老范，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怎么样？这个首先说啊，那个你才是公众人物呢，你全家都是公众人物，对吧？谁公众人物啊？每一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进行考量，对吧？任何人要求其他人不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进行考量的人，都是伪君子啊！这些人都是要躲他们远一点的。每一个人愿意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这是符合人性的，而且，毫不避讳、毫不羞愧的把它说出来啊！我是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来去讲这个话的，我觉得非常骄傲和自豪啊，没有任何可隐瞒的地方。而不像有些人说，哎，我明明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进行考量的，然后还去指责别人精致利己啊，这个该骂。前同事有绿卡，他和我说，川普的 H1B 政策一出来，他多了一大堆未婚妻啊，这个什么意思？女的还多未婚妻，这咋算呢？我的鸡蛋饼出锅了啊，很成功。今天鸡蛋灌饼没在啊，你的鸡蛋饼负责顶替了。诚实的人，对呀，这个我觉得都已经混到坐这儿录 YouTube 聊天了，你还不诚实点，还装什么呢？对吧？没必要装啊。而且我装给谁看啊？我装完了以后有人给钱没有啊？对吧？这个，所以我觉得大家稍微诚实一些对待自己就可以了。啊，继续啊，这个小米召回11万辆汽车这件事儿，老范怎么看啊？老范怎么着也是在科技行业混了这么多年，买小米车让我觉得很诧异，一直觉得小米就是山寨抄袭不要脸的代名词。这个呢，我觉得我不愿意给任何一个企业打这样的标签，包括华为啊。华为其实做的很多产品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我自己可能不是那么喜欢这家企业，但是呢，有很多人在华为里边很努力、很认真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也是值得尊敬的啊。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什么呢？正常的对一个企业的认知吧。至于小米的话，刚才我也讲了呀，就是我在节目里也讲了呀，小米的支架系统啊，它的软件确实做的比较烂，咱们认就完了呗，对吧？但是人家堆料堆的挺足的，车也挺漂亮，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这个我就是想要一个漂漂亮亮的，然后挺皮实的车，自己开出去还没有限行，我就想要这么个东西，对吧？然后我是原来是周三限行啊，然后到下礼拜变成周四限行了，我就很痛苦，因为我是习惯周二、周四出去玩的，对吧？那周四限行我就觉得很烦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应该去换个电车。本来想去买特斯拉的，但是特斯拉买不了，那我就只能去挑一个我自己喜欢的，这有什么问题吗？不能说我做科技行业我就不能买小米，买了小米我这个科技行业就白干了，都干到狗肚子里去了。这个怎么这么二极管的这种人，对吧？何必呢？还有啊，有人说了，说有没有人帮我解释一下，为啥 OTA 升级要叫召回？升级后会撤回一个已经发布的功能的意思吗？车主会有补偿吗？这个不是这样的啊。现在呢是国家有规定啊，就是如果你涉及安全或者涉及什么相关的 OTA 呢，必须要备案你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是升级去，因为以前呢，大家做手机也好，做应用也好，我们都是不用做任何备案，所以也不需要做任何通知，该升级就升级，而且升级了以后呢，也有大量的人是选择不升级的这个都无所谓的。但是现在呢，国家就要求你不能随随便便升级因为你一旦随随便便升级的话，你就相当于是拿用户当小白鼠了。所以呢，只要是你跟这个安全相关的这个升级，就必须要到国家备案。国家备案了以后呢，就叫召回了所以呢，它跟是不是 OTA 是没关系的，它主要是限制这些
互联网汽车企业啊，不要用互联网的方式去给汽车升级啊，主要做这样的一个限制。还有人说啊，在不同场景下需要不同的速度，这是一个基本考驾照的问题，居然需要死过人才知道要增加，这个软件开发的能力真的是牛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这就是一个对齐的问题啊。咱们经常要讲说大模型要对齐，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对齐。人你是可以在考驾照的时候学这件事的啊，但是 AI 系统。你谁教给他啊？他怎么去学会这件事儿，对吧？他就是得不断的迭代啊，不断的发现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啊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不断的更新啊。这个包括特斯拉，包括所有的这些做智驾系统的人啊，这些公司吧，都是在交通事故中不断的去累积经验，而且这很多经验都是人类司机学驾照或者开一段时间。就进入肌肉记忆就已经记住的事情啊，但是它就完全不行。还有人说啊，说我不太理解小米作为国内第一个做安卓系统的，怎么会软件方面拉胯呢？这个呢可以给你讲一讲啊。首先，小米绝对不是第一个在国内做安卓系统的啊，在国内第一个做安卓系统的公司一定是谷歌啊，这个咱们不能搞错了，对吧？小米后来挖的很多人也是谷歌的人。然后呢，在国内第二个做安卓系统的公司呢，叫博思通讯啊。这个公司呢是由电子部、什么邮电部还是什么这个几个大的这种部委合作成立的一家公司，就专门要做中国版的安卓啊。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可能是摩托罗拉呀、三星啊，就这些。海外的手机公司啊，他们是第三批，包括 HTC 啊，在中国都是有研发中心的啊，这是第三批。然后第四批呢，才是一些做这种叫做我们管他们叫做 ROM 的啊，就是把这个安卓操作系统做出一个叫做软件包来啊，然后可以到各个手机上去刷机啊，是这帮人。米 UI 呢，实际上就是这帮人里头人。然后呢，这个小米做手机呢，是把米 UI 这个团队。应该是买下来的吧，反正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像不是买下来，应该是他们自己内部孵化的吧，一个米 UI 团队啊，就是可以做出这个操作系统来，然后呢，这个四处去给人刷机去啊。当时最早小米没有手机的时候，他们就拿米 UI 到别人手机上去刷去，啊，它是这样的几批下来的。然后呢，这个。招聘啊，就是雷军就是招聘嘛，四处去找这个谷歌的人啊，找博思的人啊，然后找其他的一些这个手机厂商的人啊，四处去挖人啊，然后组建的这个小米团队。然后小米团队的这个操作系统呢，一直是为硬件服务的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小米的硬件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板灵一板不灵的一个状态，时灵时不灵，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这个软件系统就一直做的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在中国你要想把安卓系统做的特别好的话，其实是有前提条件的啊。中国做安卓系统大概有几个流派吧，第一个流派像摩托罗拉这样，就是联想这种，我不改，直接拿原生系统上啊，这种就是一点软件能力没有啊，或者软件能力很差。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像华为原来干这个活似的啊，就深度定制、彻底全改。这些人呢，肯定是能力最好的啊，他的人也最多啊，这个你肯定是要投入人力、投入时间的。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像小米、OPPO、vivo 这些人啊，他们呢是必须要跟谷歌的啊。什么叫跟谷歌呢？就是谷歌不停的升级，你必须要跟着它走。为什么呢？因为你手机要在全世界卖，你在全世界卖这个手机，你就要跟着谷歌去升级你的新的系统。然后呢，谷歌不停的升级嘛，这个一年升一个大版本，然后一大堆小版本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哪有时间去改那么多乱七八糟东西呢？对吧？因为你改东西多了以后，它升级了，你合并不过去啊，对吧？这个就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啊，这个住在一房子里，然后呢，这个房子我们装修、买家具，然后买各种的厨电什么，就全都买齐了。然后这时候让你搬家
啊。然后谷歌玩的活是什么呢？就是你每年搬4次家，对吧？那你如果每年搬4次家的话，你真的敢在这个家里头买家具吗？敢做装修吗？敢去买一大堆厨电吗？你不敢的，对吧？所以他们的安卓水平就一直不怎么样，对吧？所以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吧？加州可以同性婚姻，他小姐妹都来找他结婚啊，好吧，也是有趣的事情啊。老范去为小范去美国读书准备了多少银子？这个我估计让他去读个研究生还是够的啊，因为研究生一年没多少钱吧，而且研究生的时间也比较短。拿绿卡最稳妥还是婚绿啊？H1B 太难熬了。这个你也可以在美国找个男朋友嘛。我也不喜欢华为啊，但是华为的很多产品我还是挺喜欢的。我也买了预期啊，还要等10几周，我现在还要等19周。你这好像比我这还快啊！你要是 Max 的话，肯定比我提车早啊，因为 Max 应该是往前走的最快的。现在扛着全家人的压力，没有退单，自己花自己的钱买车啊，爸妈还来指手画脚让我买油车。哎，这个油车真的是没必要。大 A 啊，锂电池 ETF 是什么逻辑？请教博主。咱不炒大 A 啊，不玩这个。小米还行啊，但是这次小米16改小米17硬蹭苹果，感觉很掉分啊。这个小米干这种掉分事儿多去了，对吧？他们反正也不是特别的在意这个脸面，那就玩呗。老范坐着看啊，什么叫坐着看？苏七长得那么像保时捷，开出去会不会被人笑话？不会啊，对吧？这个有谁笑话你？那么大的 logo，那时候好多保时捷车主都在后头挂一小米标，哎，大家开心就完了呗。小米起码底线还是有的，总比那些动不动就倒闭的新能源新势力强。这个，哎，倒闭也不是人家故意的，对吧？给家人买过小米和华为的手机，华为手机确实更胜一筹，更皮实。我也喜欢华为，如果国内不让用苹果，我就买小米。是啊，这个过几天啊，这个我还要去给我妈送小米，我给她新买的小米15，她上一只华为已经盯不住了。国内有一些产品不如国外啊，按照范老师前讲啊，其实就是国内的东西没有得到锻炼。是的，其实很多东西，就像刚才我们讲那个机床的故事，对吧？如果不是有这次俄乌冲突的话，中国的高端机床永远做不出来，中国自己都不买。开小米在国内不会被笑话，定小米是要发朋友圈炫耀的程度，这是小米汽车在国内的地位，绝对的。而且小米汽车现在在全球去展示，也没看见谁上去砸它呀，对吧？大家都觉得挺开心的，挺好玩的。以前我也是米粉，后来用了小米4，半年不到，内屏自己坏了，修了2、3次才弄好，然后就脱坑了啊。这个其实也没必要，就是小米的，反正就是一代灵一代不灵啊，就是一直是比较有这种魔咒。拒绝送院啊！我前阵子在直播里边分享了一个见闻供你参考。前阵子我亲眼看见前面的车，美国白老头开了一辆保时捷911，这个拍照 mini 苏七，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个保时捷911后头挂了个小米的标吗？论美国人的自信心和幽默感，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要包容一点啊，第二个有点幽默感没什么不好的，是吧？不要这个上来，哎呀，你买了小米你是傻子啊，我不跟你说话了，对吧？不跟你玩了，这个没必要啊。汽车牌照是迷你苏七啊，也挺好的呀，玩呗。
凯文和她的美国男朋友的故事。哎，美国现在是不是可以跟动物结婚啊？跟动物结婚能不能混到国籍啊？老范上传视频会考虑上传流量的额度吗？会呀，我现在就不够啊，然后需要经常去买流量包啊。传网盘还行，因为我传网盘一般是不会用这个比较贵的这个梯子的啊，但是我上传 YouTube 都会用那个比较贵的啊，这个因为它快。Kevin 啊，老范观众里边观众群里掌管色的神啊，好吧。小范想留在美国啊留学的时候，可以多注意注意有身份的女同学，努力一下搞定婚率啊，可比抽 H1B 容易多了。哎呀，这个小范同学，这个还比较年轻啊，不要祸害咱们。小米 MIUI 在华为 EMUI 之前，华为是做了鸿蒙以后，才逐渐独立于这个谷歌的。华为的定制也要比小米深啊，因为这种就是你要想说每一次都买好多家具去装修的话，你就要有足够多的人去搬啊，就这么简单。苏七啊，看着很酷，是的，是挺酷的，玉溪看着比苏七还酷。我试驾感觉宝马确实开起来比小米舒服，但是科技配置差太多了啊！这个国内肯定是科技配置拉满，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小米15感觉是被小米背刺最深的啊，今年直接出17了。跟别人说用15感觉是2年前的，那就2年前呗，怕什么？国产机崛起，小米早于华为啊，是的，华为是后来的。之前在美国开3系和 X3，特别轻盈啊，操控特别舒服。回来试驾预期感觉很笨重，没有啊，但是没法说，因为我现在开这个车是2.5升的探险者，那绝对跟开船似的，小马拉大车。然后让我去开这个苏七，我是开玉溪 Pro 去了啊，感觉还是挺轻快的。因为我觉得开惯了油车的人，我估计除了开宝马的人，开电车都会觉得电车轻快，跟脚。这次赶上了啊，赶上了，赶上了。要是能跟动物结婚，我立马养一窝猫。你们赶快来给我当猫女婿、猫儿媳。我这个猫婆婆要收彩礼，这个嫁妆，你这个好吧？你太恶了啊，这个恶婆婆，好烦躁啊！突然发现公司高管一帮傻批，这个太正常了。我绿卡还要排1年半啊！尽人事听天命吧，好好健身啊，这个是真的，好好健身，争取傍个富婆。你整到绿卡就可以，这个啊，一个一个的去捞女大了。比亚迪又发新车了，王传福就是个劳模，这个简直就是车海战术，这个没办法。比亚迪，最近不是巴菲特清仓嘛，还有人再去录视频，我还在犹豫是不是要录这个视频呢，感觉没什么意思。以后和美国动物、美国 AI 结婚可以混国籍吗？我觉得国籍这件事儿，真以后就是再往前发展，肯定还是要出现地球联合政府的。油车跟电车驾驶感不一样，电车驾驶感轻飘飘的，这个就不好说了啊。我认识的同学那种技术特别好的大牛，抽了几年 H1B 没抽到，只能回国。反而是转码的女同学会打扮，会提供情绪价值，找男公民结婚，进了大厂轻松拿绿卡高薪。这个，这个我们就不评论这件事了啊。不开玩笑，美国本地的白人女孩真的是比中国土生土长的女生要来的朴实。首先，没人说彩礼的事情；其次，动手能力强啊，修屋顶、修洗碗机，这个家务很在行。他们从小教育就是家务很在行，最后是真的愿意谈感情的。
最后一个亚洲男人如果身高够1.8米以上，美国姑娘都会很喜欢的啊，他们就是迷恋身高。哎呀，这个我儿子还差一点，我儿子大概是1.78米，这个离1.8米还稍微有一点点小差距。我97年1.88米，平时健身器，这个你看我还有机会吗？赶快回去啊！你在这儿你找什么机会呢？对吧？你在国内你哪有机会啊？没有地外文明入侵，很难出现联合政府吧？对，这个联合政府的最大阻碍就是各个国家的当权者啊，没有任何其他人阻碍联合政府这种东西的出现。宝马的新能源也很好啊，但是贵，配置还不高，主要还是贵。是的，宝马就是贵。Kevin，你这种还是女大吧？对啊，你在国内玩女大，跟女大继续谈感情吧。继续啊，这个英伟达投资英特尔50亿美金这条啊，有人说了，是不是 AI 泡沫快破了啊？需要利用英特尔的股票对冲一下。哎呀，你看看最近这个英伟达投了 OpenAI 1000亿美金，这个大家觉得咱们距离泡沫破裂还有多远啊？这个现在已经玩的越来越疯狂了啊，这个确实是很吓人的。微软裁员9000啊，士气低落。有人说了啊，破坏式创新，请了解一下啊。这个，我觉得你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我们以前从来不讲破坏式创新，我们讲的叫颠覆式创新啊。这个什么是颠覆式创新呢？就是，比如说一桌4个人这儿吃饭啊，这个桌上就4个位置，有4个人在这儿吃饭。第5个人来了，说，哎，我也想上桌吃一口，行不行啊？说不行，没地儿了。说那算了，咱们把这桌子掀了吧。啊，这个叫颠覆式创新啊。这个坐在那儿吃饭，一边吃饭还一边这个两肋插刀，自己流血这种啊，这个不叫创新啊。别让 AI 背锅，那些科技企业只不过是看到 X 裁员后还好好在运营，都意识到自己的人力大大冗余，即使老板不动，董事会也会逼他们裁员。有没有 AI，他们都会裁员啊，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他们现在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呢，并不是说看着 X 裁员还在好好运营，而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开源节流，开源节流，它开不出源来了，对吧？那就只能节流啊，要不然你这个管理在干什么嘛，对吧？你要管理，要么就开源，要么就节流，或者你同时开源节流啊，或者如果你说，哎，我这边开源了，那我可以再多浪费一点啊，多招一些人进来，但是你说，哎，我这儿这个什么了啊，开源开不出来了，那你就只能节流。然后现在还有一个 AI 的借口，那咱就把这个锅都甩给 AI 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人说啊，微软完全不知道在干啥啊，最早把 AI 融入了病里，然后就没啥动静了。最早做的 HoloLens，然后又被 Meta 超过了。微软啊 Windows 的更新也乏善可陈。我最近对微软最有印象的事情还是 TypeScript 的编译器移植到了Go。微软的 AI 裁员指的是没赶上AI 啊，所以裁员吧。这种大公司呢，真没有办法。大家这个在大公司里混过就知道，真的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每个山头都有自己的这个诉求啊，然后在里边去争抢资源啊，然后方向的话，也不是说上面 CEO 一拍脑袋啊，这个现在还是个光头对吧？一拍脑袋，然后下边就跟着干了啊，并没有这个啊，大家都在尝试着拉着这架车往自己需要的方向去走啊，所以这个不要太把一个公司当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看。宝马的驾驶感受是最好的啊，我是老司机啊，但油车10万、12万公里，咔咔漏水漏油，你就修吧，1、2万修完了以后再战3、5年再漏啊，这个电车压根就开不出10万公里、12万公里去
对吧？开到那儿电池都废了。昨天啊，特斯拉股票亏惨了，有耐心啊，要有耐心。昨天好像是鲍威尔出来讲了一句话，说美国股票是不是太贵了啊？股价太高了啊？他讲了这么个话出来，所以就咔咔跌呀。我曾经的梦想是30岁买啊，买啥呀？北方城市里真的没啥彩礼，至少沈阳没啥彩礼，5万8万意思一下。哎，你像我当时结婚也没有彩礼，对吧？随便这个一家6口人啊，我们2口子加上两边父母，然后路边小饭馆吃了100多块钱，我们就算把证领完了啊，也就结束了，也没有办任何事情。1米78也行啊，总之美国迷恋体育，只要身体健康、体态阳光、英语好、谈笑风生，就都有希望。哎呀，这个看来我儿子还是有机会的啊。主要是城市里没有彩礼，农村就不好说了。东北就真不知道了。我曾经的是梦想30岁买宝马 M3，结果快30了，买了速预期啊，也挺好。下个目标是40岁买911，等到40岁那个车厂未必还在啊。找个本地白人姑娘吧，真的比精明的中国女人好多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中国女人如何精明的，别问我，好吧？这个啊，你这个作为一个中国嫁到美国的媳妇儿，在这儿拼命的阴阳自己，好意思吗你？我一个朋友就是眼看 H1B 抽签，希望渺茫，天天还提心吊胆被裁啊，跑来澳洲曲线救国，拿绿卡入澳籍，再回美国工作，只要有 offer E3工签闭眼就下。他现在又跑回美国，边工作边等 H1B 啊，万一裁员等不到的话，他就再回澳洲的退路，好吧？这个真不好说，我觉得变成10万美金以后可能会好抽啊。东京地陪东北妹子，我真的很喜欢1米7，性格也好，特别聊得来啊，人很开朗，这还不拯救一下，对吧？这个男人的这个2大爱好啊，叫拉良家下水，劝婊子从良啊，这个是要努力的去工作一下的。农村还是一种交易啊，女性资源稀缺，其实也不稀缺啊。这个就是很多农村的女性是跑去城里了，她们就不愿意回去了。她们就是对于她们来说，进城就算是阶级跃迁了。我感觉微软也没士气很低落，同事能力也挺强啊，真被裁了就去字节啊，挺好的。这不就是标题党吗？赶上了，赶上了，对，你又赶上了。现在后悔就是预期选了个没用的冰箱和扬声器啊，损失1万多，应该选一个大点的轮框啊，大轮框费电啊，对吧？它不是费油，它费电啊。我就没选轮框，我是选了颜色和内饰啊，就是颜色跟内饰，就是外边的是玄武岩灰，里边是那个橙色的，所以我这2个加钱了，其他的没加。我本来说如果能够选那个变色天幕，我准备去选，但是他那不让选，它只有 Max 版有，我是买的 Pro 版。之前还聊了一个山东妹子1米76，人也很好看，可惜对方感觉我不是很真诚，把我 pass 了。你本来也没怎么真诚，所以还是要好好这个练习演技啊。大轮框只是帅，但是不舒服还费电，舒不舒服真不知道。大轮框是不是抓地力好啊？这个刹车是不是好使？这不知道了啊。好，最后还有几条啊，这个福建号航母的电磁弹射啊，这个还有3条评论。第一个啊，说这个电磁弹射，先不说能一天多少次，就看飞机对比，这个弹的是5代机啊，福特号目前能稳定弹的是 F18大黄蜂，飞机代差在这摆着了。海上空战的话，不能用过去的眼光来看这个事儿吧。另外，这个视频是3月份拍的啊，视频里的飞机
有的是测试机，还没有正式交付。在正式交付前啊，极端天气的黑白天测试应该都是要做的啊，是这样的。这个，所以土拨鼠讲说，咱们是唯一能弹5代机的这个电磁弹射啊，这个事儿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大黄蜂上啊，就是在这个福特号上的这个电磁弹射导轨啊，目前就是弹 F18啊，其他的就还没有上去啊，或者上去了以后效果不是那么好吧。啊，大概也就是如此了。而且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啊，为什么3月份拍好了视频，做好了弹射，然后93阅兵也过了，然后现在要拿出来售这个事儿，这个呢其实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对吧？我们又需要去亮肌肉了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拿出来亮的呢，都是这个有要求的啊，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要拿出来亮一下啊，在那个时间点我们要拿出来亮一下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人说啊，别吹了啊，国内高端钢丝绳根本做不好，去问问业内专业人才。这件事儿呢，确实有点都市传说啊。这个国内呢，一直有人在传说，美国的航母阻拦索是拐了几道弯以后，在国内定制加工的啊，原来一直有这样的说法。甚至呢，说这一家呢还在给国内的航母提供这个航母阻拦索，因为国内造航母的时候呢，就去问啊，说这个我要这样规格的东西谁有？然后有一家就出来说我们有人订过啊，这库房里还搁着几根呢，你拿去试试。啊，这个事儿呢算曝光了啊。但是呢，从美国这边的官方资料来看，啊，他们说这个并不是这样来的啊。他第一个，美国的航母确实是在一些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贸易商那儿啊，就不是在生产厂商那里去买的这个阻拦索。然后这个贸易厂商呢，也是拐了几道弯以后，最终呢还是委托了一家美国的企业给他造的阻拦索。并没有委托到中国企业来啊，当时是在 ChatGPT 上我查了一下，大概是这么来解释的。但这个事儿呢，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不知道啊，因为反正我们现在也有阻拦索用吧，大概就是如此的一个情况。我原来做过一期视频啊，叫做科技大摸底，啊，叫工业大摸底，大家可以有兴趣去看看，就是专门讲这个航母阻拦索这故事。然后呢，我也讲了说这个东西呢属于街谈巷议啊，没有办法说。去确实的给大家一个结果啊，所以呢，大家去看看，当个开心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好，最后一条啊，这个哪儿来的33吨啊？33吨是最大起飞重量，视频里啥也没挂，怎么可能有33吨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视频最后的时候讲过了啊，就是航母上的飞机呢，如果是加满了油、挂满了弹药飞出去的话，你要想回来降落之前，你要先把弹药都扔海里，然后把飞机上的油都倒海里，然后才能往航母上降落。满油满弹的飞机是不允许降落的啊。所以呢，他做测试的时候一定是这个算好了，我飞出去大概多长时间飞回来，然后加多少油啊，不会说加满了的。这个剩半箱油都不能让你降落啊，一定是这个剩一个油底子能把它降落回来才行，因为万一你摔了飞机或者出点什么事儿，你不能着火爆炸，对吧？弹药更是如此啊！你要真的灌满了弹药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允许飞机在航母上降落的啊！你只能是把它都扔海里，那玩意儿挺老贵的，对吧？咱们勤俭持家，你不能说挂一堆导弹，挂一堆什么这东西上了天以后，噼里啪啦往海里一扔，然后再飞回来啊！这个事儿是太浪费了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还有些什么样的评论啊？说到窗啊，这说到车巨烦全景天窗啊，这个好像很多人很烦，因为东西很晒。山东妹子嫌你不是公务员啊，这个是山东妹子比较独特的一个审美吧。帅就是正义，绝对的。山东妹子是电台记者啊，这个又高又帅，好吧，人家没准也是要找女朋友的呢。没想到巴勒斯坦老范观点那么明确，容易掉粉，必须鼓励安慰一下啊，这个无所谓。这个
反正我就是这点关注啊，这个也不爱看那也没办法。现在发对巴勒斯坦言论很容易挨打，好，那就这样呗。所以我也是不敢开头说呀，我也在中间偷偷说两句，然后结尾也不说，对吧？这种就很难被人看到。很动人，很多人容易把哈马斯代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本身就是一盘散沙，谁也代表不了谁。但是，有人拿着枪，有人去劫了人质啊，然后到现在还在打，那他就只能去让全巴勒斯坦的人为他背锅，这个没有什么办法。大轮框薄胎啊，转弯变形少，操控性强，但是同时胎壁薄，容易损伤。好吧，这个是比较全面的。隔壁说哈马斯慈善团体被什么啊？这个就不能乱讲。现在确实更有经验，去日本给地陪妹子带了拉布布。啊，这个拉布布到底怎么买？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巴勒斯坦怎么了啊？没什么。好啊，这个评论都读完了，下边呢我们要做一个测试啊，请大家帮我来做这个测试啊，就是麦克风的3种调节。现在呢我们是标准模式啊，大家记住了，现在是标准模式。然后呢，我要开始去换这个语音突出模式。好，现在呢是语音突出模式，跟刚才标准模式有什么差别吗？啊，请告诉我，因为我自己是听不到的啊。啊，这是语音突出模式，然后还有一个模式呢，叫做宽谱模式。好，现在是宽谱模式，这个跟前面2种模式有区别没有？没有，我没听出差别。一定是戴耳机，一定要戴耳机吗？那看来是被这个 macOS 给忽悠了啊！它上面是有3个模式，那咱们就用语音突出模式吧，还看着有点感觉啊。那么以后就用这个模式了。就为什么要去调这个呢？因为我前面跟土拨鼠录了2期视频啊，然后就发现我们两个的声音差异很大，而且我们两个都是在用大疆的麦克风，对吧？他去买了一个 Mac Mini，然后呢，我这是 Mac 2。这个这么大差异的话，我总觉得是哪儿没调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块试一下。哎，你看有人听出来了啊，声音明亮点，第一个闷，第3个、第2个没区别，好吧？整体区别不大，我戴耳机了啊，这样好吧？3种没差别，需要戴耳机听啊，看来是戴了耳机可能会有差异。木耳啊，完全听不出差别来。区别都不大，试试极端音色啊，别费劲了，嗓子没那么好，肯定有区别，但是人耳听不出来，因为人耳的听力是窄谱模式，这就不知道了啊。加点外干扰音才好测试，算了，这个也就如此吧，后边我们就使用这个人声突出模式吧。好啊，今天也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这是本期的老范读评啊，然后下周3咱们继续来读评论，继续来聊食色性也吧。23我听起来有点区别，基本听不出来，好吧，只要基本听不出来就行了。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大家再见。